thick and thin,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This life keeps moving on, and we keep moving with it. 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宾士 R107的560 SL 8缸分油盘的故障前检修的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44949。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到底的出油状况是怎么样。好，我们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部台北来的 R107的560 SL，其实台湾很少看到，大哥也是第一次看到107有560 SL， 而且它是1987年。一般来讲，107都只做到1985年，那560就已经进步到第二阶段的 Bosch 的机械电子喷射系统。那因为这部车子它可以发动，但是走不了，所以他坐专车来找张大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颗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的时间到 ，OK， 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这颗分油盘的标准出油量应该是1分钟，应该是在170到190之间。那我们做出来的成绩，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的出油量130，第2缸150，第3缸140，第5缸160，第5缸第6缸190这大概是我们标准的出油量。那第7缸70，第8缸90。这个我们看下来，只有第5缸跟第6缸的出油量是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这颗分油盘是严重的堵塞等于说，如果以我们这样来判断来讲的话，等于第7缸、第8缸它不出油，它根本不工作了，所以这部车子可以发动的话，应该是第5缸、第6缸在帮忙发动。其他的缸数供油都严重不足，那肯定是走不了的等我们这颗分油盘做完整修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颗宾士 R107的560 SEL 8缸分油盘，大哥终于已经把它整修完毕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它的完修之后的流量测试。那这颗分油盘我们在还没有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那个流量的数据相当糟糕。
只有5、6缸的出油量是正确的其他的1、2、3、4缸是偏低，而且数据差别很大。那7、8缸呢，几乎是不出油。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就是因为这部车已经停牌很多年，然后才会造成我们这个分油盘的胶质才会造成它严重的堵塞。如果说它在停牌的过程当中，它如果说有定期发动的话，可能这个状况就不会这么糟糕。那无论如何呢，这么稀有的 R107 560 SL， 我们希望它能够很愉快的上路，很健康的在路上行走。所以说，大哥也是抱着一个戒慎恐惧的心情，我希望说把它这部车子的分油盘，它的整个油路系统，能够很完整的恢复它以前的状况。今天终于已经把它弄好了我们来看它的测试数据。整个测试阶段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第二部分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44949。OK，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阶段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首先，我们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请等一下大哥来弄这个定时器。好，时间设定1分钟，开始。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个很澎湃的出油声它的标准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是在190ml左右我们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之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每次大哥整修到这个 V8 的这个分油盘大哥的心情就非常愉快，有一种肃然起敬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毕竟在当年是很高价的一个车种。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的出油量190，第2缸195，第3缸185，第4缸190，第5缸190，第6缸190，第7缸185，第8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数据，误差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相信这部车在回装分油盘之后呢，哇，这个表现应该是有待期待的。